我的婆母是个老绿茶，用膳逼我站着伺候，生病要我翻遍医书，甚至悄悄给我夫君送了2个美妾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请老祖宗整治全家。我本是尚书嫡女，只因八字刑克父母，就被送给老家堂叔抚养。为了让美若天仙的妹妹嫁给太子，我嫁进了镇北侯府。看在这小侯爷长得还算顺眼的份上，这婚成得不亏。夫人昨夜劳累，今日晚些去请安也无妨。新婚头1天，父亲母亲会体谅的。妾身没有那么娇气，免得叫侯爷难做。公爹偏心小叔子，婆母又是续亲，将你视为眼中钉。我若少了一样礼数，这侯府的戏台子怕是立刻就要搭起来了。儿媳见过公爷，见过母亲。好孩子，快起来吧！果然是尚书府出来的人，瞧瞧这样貌气度，我是真心喜欢。我们这侯府世代都是行武的，你是书香清流人家的女儿，规矩大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，只管跟我说。谢母亲挂念。夫人有所不知，老奴听说大少奶奶是在通州长大的，由骆尚书的堂兄抚养。通州骆氏一脉都是从医的，不比官宦人家，哪有什么规矩？想来是极自在散漫的哟。这位是？老奴姓王，是夫人的陪嫁。原来是王妈妈。我堂叔虽没有在朝为官，却也门风严谨。我叔公曾任太医院正，被陛下亲口夸过端雅有礼。王妈妈口口声声说通州骆氏一派散漫，是对我叔公不满呢，还是对陛下的金口玉言不满？大少奶奶可折死奴婢了！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哪敢看不起您？更别说对陛下言3语4的，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呀！王妈妈是我身边出来的，素来这般心直口快，断不是有意冒犯你的。不过她那张嘴是欠管教了，回去我一定狠狠收拾她。正因为是婆母的陪嫁，才更要把话说清楚了呀。王妈妈虽是无心，可旁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婆母的意思，岂不坏了尊长的名声？王妈妈，你既知错，便跪下赔个礼吧。奴婢再怎么说也是夫人身边的老人了，大少奶奶怎么……婆母手底下的人自然是极好的，要换了那起子倚老卖老仗势欺主的刁女，我还不敢说话呢。王妈妈若是觉着骆叔公言行不妥，不堪为太医院正，明日我上朝时，替你问一问陛下就是了。奴婢笨嘴拙舌，唐突了大少奶奶，求大少奶奶容谅。秀妍，你可真厉害，我还从没见过后母吃瘪。你瞧见没？她那脸色和吞了黄连一样。你性子直率，不懂后宅那些弯弯绕绕，才会叫侯夫人挑拨了父子关系。不过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堂叔一家没有女儿，对我极为疼爱，特意请了位宫里出来的老嬷嬷教导我，懂规矩，识人心，断事理。朝廷上靠你为我正功名，后宅我替你打先锋。你我夫妻一体，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只管说。次日用他的时候就来了。妍儿，你堂叔一脉既然是医药世家，听说你在他们家长大，耳濡目染，也会些医术。近来我身子不爽，你给我开个方子吃一吃吧。母亲是听谁说的？亲家母呀，那日成婚，他拉着我的手把你好一通夸。得，亲妈尽给我帮倒忙。儿媳不过是看过2页医书，连皮毛都没摸清呢，实在不敢胡乱开方，万一误了母亲的病情就不好了。不妨事的，母亲愿意给你练手，哪怕开方不成，做个药膳也成。你总不会因为王妈妈的事儿恼了我吧？你这是挖了坑等我跳，不管我送什么，你吃完定会很难受，反成了我的过错。快去多买些草药回来，婆母的身体耽误不得。做人儿媳妇的，连顿膳食都不肯做，也说不过去。赵兄，新婚燕尔，怎的一脸愁容？哎，那人一心为了尽孝，
日夜专监医理，为家娘调理身体，连同房都顾不上。这侯夫也太刻薄了，就算要给儿媳妇立规矩，也不至于不让新婚燕尔的夫妻同房吧？你家儿媳又不是大夫，开枝散叶才是她的正经事呀。傻孩子，我不过随口一句话，看你急的，竟连觉也不睡了。我自会去请太医，你早日给侯府生个嫡孙就好。要不然文树该怪我吓着他媳妇儿了。母亲，孩儿，这簪子怎么在你那儿？文树，你是在质问你的母亲吗？这簪子是老爷送我的，莫非你觉得我不配？还是你要替老爷做主？你当然不，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瞧着眼熟而已，您多想了。那只簪子原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我生母病重那年，老侯爷身上突然多出一个鸳鸯戏水花样的荷包，来路不明。那东西呕得他最后一副药都没喝完，就这样瞪着眼睛断了性。后来，现在的侯夫人进门，她腰间有个一模一样的香囊，赫然与老侯爷那个是成对的。她今日带着那簪子，不敬之意溢于言表，只恨我不能一剑杀了那个贼妇，去祭奠我母亲。既然是婆婆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讨回来。她今天带着簪子出来招摇，就是故意引你发难，好让老侯爷狠狠责罚你。想来这招他也不是第一次用你，千万不要着了他的道。我想了想，这件事确实急不得。他在你这儿吃了几次亏，如今必定想着如何整治你。你刚刚过门，也不好太冒头了，我怕你日后难做。我不怕，夫君，婆婆想要搓磨儿媳妇，有的是100种法子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担心你。但我在这侯府里，可不止我一个人。哎呦，这身子骨真是不争气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秀妍站半天了，还一口都没吃。母亲若想要小辈孝顺，我来替她就是。大哥真是心疼嫂子，谁家儿媳妇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嫂子才伺候1日，看把大哥急的。儿媳伺候婆母是天经地义，哪有你指手画脚的地方？平日也不见你多孝顺嫡母。我虽是个妇人，也知道长幼有序的道理。父亲母亲可以指向官人，二弟却不能妄议兄长的是非，传扬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侯府内兵不休，兄弟却强呢。古人云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到时候毁的不也是父亲的官声吗？都是我这身子骨不好惹的事儿。原以为你嫁进侯府，自然就是一家人，我也可以把你当女儿依靠。终究是我自作多情，以为养了文叔许多年，也可以享福了。算了，这午膳不吃也罢。我看你也是吃饱撑的，用个上还这么多废话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我的孙媳妇就要被你们欺负死了。母亲，您误会了，媳妇没有欺负秀妍，只是身子不舒服，想让秀妍给我布个菜而已。布菜？我仿佛记得你不会弹琴吧？是不会。不会弹琴？那你摆这么大的谱给谁看？家里的丫鬟是瘸腿了还是断手了？一屋子的人都不够服侍你的，非要叫一个心腹把饭菜喂到你嘴边。既然你这么爱讲孝道，不必盯着孙媳妇了，我成全你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饭就由你来布。母亲，这怎么行？媳妇儿是侯夫人，怎么能做这种下人做的事情？侯夫人怎么了？侯夫人也是我赵家的媳妇儿，伺候婆婆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滚回沈家去。母亲，您别生气，沈氏她不是不愿意，她只是……你闭嘴！都是你惯的她，把她惯得无法无天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这么油腻，你想腻死我吗？
么冷，你想让我拉肚子吗？酸的倒牙，你是存心许我不开心？你也别闲着，去给我倒杯花茶，要7分热的，多1分不行，少1分也不行。是，祖母。沈氏，你这手是猪蹄子做的，剥个果子都剥不干净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凉了，重倒。行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布的菜真是难吃的要死，看来你不仅不会管家，连伺候人都不会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弄得我被老太太当众羞辱。你说我养着你有什么用？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老太太刚回来，还不了解府里的情况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老太太知道我的厉害。夫人，您可别再冲动了，老太太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是再惹她生气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知道，我不会再明着跟她对着干了。我要让她知道，没有我，这个侯府就转不动。大少奶奶，夫人病了，不肯起床，府里的早饭还没安排，还有各院的月例也该发了，您看怎么办啊？沈氏这是在跟我赌气，想让我去求他，以为这侯府离了他就不成事了。夫人病了，那就让她好好休息。府里的事情，暂时由我来管。可是大少奶奶，您从来没管过府里的钟馗啊。没管过可以学，难道没有夫人，侯府就不吃饭了吗？难道没有夫人，侯府就不吃饭了吗？是，奴才明白。王管事，你去把这月的米免银钱核对清楚。刘婆子，你去盯着小厨房，按老太太的胃口备早膳。这时候该乱套了吧？看那小贱人怎么来求我！夫人，坏了！怎么，那小贱人哭着过来了？不，大少奶奶已经把府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乡下丫头都斗不过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夫人息怒，那骆秀妍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真的把府里的事儿理顺了。不过她一个刚进门的心腹，肯定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机会？我当然有机会。她不是想管家吗？我就让她管个够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人帮她，她能撑多久？去，告诉咱们那些人，从今天起，该偷懒的偷懒，该出错的出错，采买的故意买些烂菜叶子，管库房的故意把东西放错地方，烧火的故意把饭烧糊。我要让整个侯府乱成一锅粥，到时候不用我动手，老爷和老太太自然会让他滚蛋。刘婆子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就是你们今天买的菜，这种烂叶子也能给老太太和老爷吃吗？还有这肉都臭了，你想毒死谁？清河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现在市面上的菜就这个样子，能买到就不错了。嫌不好，有本事你自己去买啊！就是，我们天没亮就去排队了，就买着这些。少奶奶，管家不易，我们当奴才的也没办法。刘婆子，我记得昨天刚给了你50两银子的采买钱，京城最大的菜市场，50两银子能买多少新鲜菜肉？你心里清楚。大少奶奶，现在物价涨得厉害，50两银子根本买不了什么。是吗？清河，去把账房先生调来，再把门口那2个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小厮也叫进来。是，小姐。我倒要问问，现在的青菜多少钱一斤？猪肉多少钱一斤？大少奶奶，不用这么麻烦吧？
是奴婢没买好，奴婢这就去重新买。不用了，你既然连采买都做不好，就不用在厨房待着。清河，把他拉下去，杖责20，发到庄子上种地去。大少奶奶饶命啊！奴婢错了，大少奶奶饶命啊！还有谁觉得自己做不好这份差事的？现在就说出来，我立刻打发他走。要是谁敢再故意偷懒出错，刘婆子就是你们的下场。不敢了，奴婢们不敢了。大少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库房的东西。这匹云锦，我记得上个月刚入库，怎么少了3张？还有那边的瓷器，怎么碎了好几个？大少奶奶，这云锦是夫人上次拿去做衣服了，瓷器是搬运的时候不小心打碎的。哦，夫人拿云锦做衣服，为什么没有我的签字？还有，搬运打碎的瓷器为什么没有上报？奴才……张管事，我知道你是夫人的人，但现在府里的钟馗是我在管，所有东西的出处都必须有我的签字。你要是再敢私自挪用库房的东西，或者故意损坏，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官府去，告你监守自盗。大少奶奶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大少奶奶饶命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刘婆子被骆秀妍杖责20，发到庄子上去了。张管事也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，现在吓得什么都不敢做了。什么？他竟然敢动我的人？好得很！骆秀妍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哼，有了，程明不是整天闲着没事干吗？让他去给骆秀妍添点乱，我就不信他连一个10几岁的孩子都对付不了。程明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。娘，您干什么呀？你大哥在外面建功立业，你却在家里游手好闲，将来侯府的爵位怎么可能轮到你？娘，急什么？反正现在有大哥顶着，我正好享清福。享清福？现在骆秀妍那个贱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，你还想享清福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母子俩迟早会被他们赶出侯府。娘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又打不过大哥，也说不过那个骆秀妍。你不用打也不用骂，你只要在府里故意惹点事儿，让骆秀妍难堪就行。比如打碎她的东西，调戏她的丫鬟，或者在老太太面前说她的坏话。只要让老太太觉得她管家不严，自然会收拾她。这个简单，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那个骆秀妍好看。哟，这不是大少奶奶身边的大红人清河姑娘吗？提着什么好东西呢？给本少爷看看。二少爷，这是给大少奶奶炖的燕窝，请你让开。燕窝？本少爷正好饿了，给本少爷尝尝。二少爷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这是给大少奶奶的。尊重？一个丫鬟而已，也配跟本少爷谈尊重？抢过来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手滑了，没拿稳。你太过分了！过分又怎么样？有本事你让骆秀妍来打我啊！我可是她的小叔子，她还敢对我动手不成？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二少爷故意抢我的食盒，把燕窝打翻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不就是一碗燕窝吗？大不了我赔给你就是了。赔？这燕窝是我特意给祖母炖的，你打翻了祖母的燕窝，也敢说赔？你胡说！这明明是给你自己炖的。我说是给祖母炖的，就是给祖母炖的。你打翻了祖母的燕窝，就是对祖母不敬。按照侯府的规矩，该当何罪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没有对祖母不敬。赵成明，你又在这里惹是生非。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上次你在外面惹事，害得父亲被弹劾，这次你又在家里欺负秀妍的丫鬟，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祖母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大哥和大嫂欺负我，就因为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碗燕窝，他们就要打我。秀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程明先是调戏清河，然后故意打翻了我给您炖的燕窝，还出言不逊。孙喜只是想让他给清河道个歉，并没有要打他。老太太，大少奶奶说的都是真的，二少爷他确实故意抢我的食盒，还调戏我。赵成明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我就知道是你在惹事儿！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。文书，把他拉下去，杖责30，关在柴房里3天，不准给他送饭。祖母，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祖母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放开我！我的儿啊！放开我！我的儿啊！放开我！秀妍，走，跟我回院子，我有好东西给你。这些都是我这辈子攒下的私房钱，现在都交给你保管。祖母，这怎么行？这些都是您的私房，是您的压箱底，孙媳万万不能要。傻孩子，我年纪大了，留着这些东西也没用。文书是我唯一的孙子，你是我唯一的孙媳妇儿，这些东西早晚都是你们的。现在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秀妍，你就收下吧，祖母一片心意，她若不交给你，怕是又要被旁人惦记去了。孙媳，谢过祖母。谢什么？以后府里的钟馗就由你来管。沈氏那个样子，根本管不好家，有我给你撑腰，你不用怕他。孙媳知道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才真正成为了侯府的女主人，而沈氏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接过老太太递来的木盒子时，我指尖触到冰凉的银锭，心里清楚，这不仅是一笔财富，更是侯府真正的权柄。老太太把她半辈子的积蓄和信任都交在了我手上，我绝不能让她失望。大少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刘先生不必多礼，从今日起，府里的钟会由我接管，把这半年的账本都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大少奶奶，这些都是近半年的流水，夫人每月都会核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账本上漏洞百出。赵成明每月的月例是20两，可账本上却记着40两。沈氏娘家每月都会收到侯府的补贴，少则50两，多则200两，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开支。小姐，这沈氏也太贪了，竟然把侯府的银子当成自己家的。大少奶奶，你也别为难我，这些都是夫人吩咐的，我一个做账的也不敢多说什么。我知道，刘先生在侯府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心里清楚。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，但从今日起，所有的开支都必须有我的签字才能生效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府里的银子，包括夫人和二少爷。是，大少奶奶放心，属下一定照办。各院的月例按时发放，采买要货比3家，库房的东西出入都要登记。是，奴才一一记下。听说了吗？大少奶奶刚管家，就把各院的月例都扣了一半，可不是吗？昨天我去领月例，就只领到了一半的银子。刘先生说是大少奶奶吩咐的，真是个贪财的乡下丫头。秀妍，
我听说你刚管家就扣了下人的月例，还私自挪用库房的东西。父亲，这都是误会，儿媳并没有扣下人的月例，只是把二少爷多领的那部分月例停了。至于库房的东西，儿媳更是一分一毫都没有动过。秀妍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府里的下人都在说，是你扣了他们的月例，还有库房的张管事也说，你昨天派人去拿了不少绸缎珠宝。哦，不知母亲说的是哪个张管事？儿媳昨日根本没派人去过库房，而且库房钥匙还在母亲手里，儿媳怎么可能私自拿东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下人都是这么说的。父亲，下人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？不如把所有人都叫到院里，当面问清，看看是谁在背后散播谣言，挑拨离间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今日召集大家是为了澄清谣言，有人说我扣了月例挪用库房，现在我明确告诉大家，这都是假话。各院月例已让刘先生按时发放，若有人没领到，现在站出来，我立刻补发。至于库房钥匙在夫人那，我连门都没进，何谈拿东西？小翠，刚才是谁在厨房说我扣了大家的钱？是谁说我是个贪财的乡下丫头？大少奶奶，奴婢没说过。大少奶奶，我们都听到了，就是小翠说的。对，她还说你把珠宝都搬到自己院里去了。大少奶奶饶命，是夫人让奴婢说的。夫人说，只要奴婢散布这些谣言，就给奴婢涨月例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说这些了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陷害我！奴婢没有陷害夫人。昨天晚上，王妈妈把奴婢叫到夫人房里，就是夫人亲口吩咐的。夫人还说，要是奴婢不照做，就把奴婢卖到乡下庄子里去。老爷，夫人，奴婢没有，是小翠血口喷人。够了，沈氏，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秀妍好心帮你管家，你却在背后散布谣言陷害她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家主母的样子？老爷，我没有。你还敢狡辩？人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从今日起，库房的钥匙交给秀妍，你以后不许再插手府里的任何事情。谢父亲信任，儿媳一定不会辜负父亲和祖母的期望，管好侯府的钟馗。都散了吧！小翠以下犯上，散布谣言，拉下去打20板子，卖到乡下庄子里去。秀妍，委屈你了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不委屈，这点小伎俩还难不倒我。而且我们又赢了一局，不是吗？是，我们赢了，只是沈氏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，我们以后还要更加小心。沈氏，这只是开始，你欠我们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夫人，您多少吃点吧，这都1天没动筷子了，身子骨哪能受得了啊？吃？我还有什么心思吃？那个骆秀妍抢了我的管家权，老爷还把库房钥匙交给了他。我这侯夫人现在就是个摆设。娘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那个骆秀妍，要不是她，你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等我找个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。你别冲动，骆秀妍现在有老太太和你父亲撑腰，你要是敢动她，吃亏的肯定是你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在府里作威作福吗？有了，你不是和吏部侍郎的儿子李公子关系好吗？过几日就是李公子的生辰，他肯定会在醉仙楼办宴，你到时候也去，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，将来要是能攀上哪个高枝，还怕斗不过骆秀妍和赵文书吗？娘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准备，到时候一定多结交一些朋友，让他们都站在我们这边。拿着，到时候别小气，该花的就花，只要能结交到有用的人，花再多银子都值得。谢谢娘。骆秀妍，你等着，等我儿子结交了权贵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娘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被人打了。我的儿啊，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打你？告诉娘，娘找你父亲去，让他给你报仇。是督察院御史王大人的儿子王公子。今天是李公子的生辰，
我们在醉仙楼喝酒，王公子也在。他竟然当众说我是个没出息的纨绔子弟，还说侯府的爵位将来肯定是赵文书的，我永远都只能是个庶子。我气不过，就和他吵了起来，然后他就叫人把我打了一顿。什么？王御史的儿子也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这么欺负我的儿子！走，我们去找你父亲，让他去找王御史算账。胡闹！王御史是朝廷言官，最是铁面无私，你肯定是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才会被王公子打。父亲，我没有，是他先骂我的。他说我是庶子，永远都比不上大哥。他说的难道不对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文书在战场立下赫赫战功，你呢？你只会给我惹麻烦。老爷，就算成明有错，王公子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别人还以为我们侯府好欺负呢。你一定要去找王御史要个说法。我不去。王御史一向教子严格，定是成明言语无状激怒了他。我要是去，只会自取其辱。老爷，难道成明就白白挨打了吗？王御史连皇上都敢弹劾，我怎么敢得罪他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娘，怎么办啊？难道我就真的白打了吗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父亲不管你，娘管你。走，我们去找骆秀颜。找他干什么？他管着钟会，手里有的是银子，让他拿出5000两给你赔罪，再让他替你去王家道歉。他若不答应，我们就去老太太那里闹他个不顾手足。骆秀颜，你弟弟被人打成这样，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喝茶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做姐姐的样子？母亲这话从何说起？二弟被人打了，理应找父亲做主，来找我干什么？找你父亲有什么用？现在你当家，你必须管，立刻拿出5000两银子给成明养伤，再亲自去王家道歉，让王公子赔礼。母亲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？二弟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凭什么要我拿银子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凭你是大少奶奶，成明出事了，你就该管。你若不管，就是不顾手足之情。我这就去老太太那里让她评理。你尽管去，别说5000两，就是5两，我也不会拿。二弟惹的祸，就该自己承包。母亲，秀妍说的对，成明已经不小了，哥一直纵容他，只会越来越无法无天。好啊，你们夫妻联合起来欺负我们母子，我这就去找老太太，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你们。又怎么了？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您可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骆秀妍她太过分了，成明被人打成这样，她不仅不管，还不肯拿银子给成明养伤，她真是容不下成明，要逼死我们啊！成明，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督察院王御史家的公子，他在醉仙楼无缘无故就骂孙儿，还叫家丁动手，孙儿实在冤枉。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你就来找我告状？母亲，这怎么是小事呢？成明被打成这样，难道就白打了吗？骆秀妍，你闭嘴！我还不知道你儿子是什么德行，肯定是他先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才会被人打。王御史的儿子我知道，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孩子，绝不会无缘无故打人。母亲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成明可是您的亲孙子啊！他要是个争气的，我自然疼他。可他整天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，我怎么疼他？秀妍说的对，他自己惹的祸，就该自己承担责任。这次的事儿，侯府不会管。你要是敢拿侯府的银子给他擦屁股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成明，你明天亲自去王家道歉。要是王公子肯原谅你，这件事就算了；要是他不肯原谅你，你就自己去官府自首，接受惩罚。祖母，我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去道歉？你还敢顶嘴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把你赶出侯府，永远不许你回来。你们做得对，不能再纵容他们了，不然迟早会出大事。祖母放心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圣旨到！王御史奏折弹劾镇北侯教子无方，纵子横行，欺压百姓。圣旨下，罚镇北侯1年俸禄，闭门思过3月。逆子，
给我把那个畜生拖到书房来！我侯府的官声全被你败光了，孽障！畜生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让我进去啊！打完之后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，更不准送饭送水。骆秀妍，若不是你见死不救，程明怎会受此大罪？骆秀妍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！王御史的弹劾让老侯爷颜面尽失，他在家闭门思过，整日唉声叹气，对沈氏和赵成明也越发冷淡。王妈妈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老爷现在越来越不信任我了，老太太又处处护着骆秀妍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母子俩迟早会被他们赶出侯府的。好主意！只要这些谣言传出去，骆秀妍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老爷和老太太就会把他赶出侯府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还要把这些谣言传到外面去，让京城里的人都知道。到时候就算侯府想留他，也留不住了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一定要让这些谣言传遍整个京城。夫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好。听说了吗？少奶奶八字硬，克父母，现在又克侯府了，可不是吗？这次老爷被王御史弹劾，就是因为他克的。还有更离谱的呢，听说他在通州的时候和他堂叔有染，作风不正。真的假的？难怪他堂叔那么疼他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听说了吗？那镇北侯府的长媳，竟是个行恶尊长的灾星。何止啊！听闻他在老家通州时，还与长辈有那等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竟有这等暗杂事！以后镇北侯府的帖子一律不接，免得沾了晦气。这些谣言很快就传到了外面，京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纷纷，一时间我成了京城里人人唾弃的对象。大少奶奶，这几家的夫人都说今日身体不适，不能过府小聚了。沈氏，你以为坏了我的名声，就能让我万劫不复吗？不少和侯府有来往的官眷，都纷纷和我划清界限。以前那些经常来侯府做客的夫人小姐，现在都避之不及。这些人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这么污蔑你！我一定要找出散布谣言的人，把他们碎尸万段。夫君别冲动，现在生气也没用，我们越是生气，散布谣言的人就越得意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污蔑你？当然不能，清者自清，这些谣言都是无稽之谈，只要拿出证据，自然不攻自破。第一，克父母的谣言，堂叔可以作证我父母活得好好的。第二，王御史弹劾是因为赵成明惹事，御史大人能作证。第三，说我作风不正，土州百姓皆可证明我与堂叔一家的清白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人作证。不仅等谣言传得最凶时再出手，才能让散布谣言的人无处遁形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又怎么了？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您可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骆秀妍的心肠太狠了，成明被关在柴房，滴水未进，他明明有能力相救，却冷眼旁观，这是要逼死成明啊！他就是容不下我们母子。沈氏，京城里关于秀妍的谣言是不是你散播的？母亲，不是我，这些谣言都是外面瞎传的，和我没关系，我怎么敢做这种事啊？你还敢狡辩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这么恨秀妍，散播这种恶毒谣言，毁她名声？我告诉你，要是让我查出这些谣言真是你干的，我绝不饶你。母亲，真的不是我，您就相信我这一次吧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哼，秀妍，委屈你了，你放心，祖母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。谢谢祖母，我没事，清者自清。我相信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的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有人敢这么污蔑我的侄女！秀妍，你放心，堂叔一定还你一个清白。各位乡亲，我是骆秀妍的堂叔骆仲山。秀妍从小在我家长大，我与夫人视她如亲女，
说他与我有染，简直胡说八道。我与夫人感情深厚，秀妍心地善良，常驻相邻，通州百姓皆可作证。没错，洛姑娘在通州是出了名的才女，品行高洁。至于克父母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她被送走是因亲母听信谗言，这些年她父母身体康健，何来克字一说？我就说大少奶奶不像那种人嘛。就是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，太恶毒了。大少奶奶，我家老爷特让老奴来致歉，前日弹劾实属二少爷之过，与您无关。秀妍，对不起，之前是父亲误会你了，你受委屈了。父亲言重了，只要能还我清白就好。瞧，那就是散布谣言害儿媳的毒妇。陆秀妍，你竟能化解此劫，我已无退路。若不扳倒你，我母子只能苟延残喘。谣言风波过后，我在侯府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老侯爷对我信任有加，府里的下人也都对我忠心耿耿。沈氏彻底成了孤家寡人，每天躲在房里不敢出门。可我知道，她绝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她越是安静，就说明她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。大少奶奶，夫人说您和大少爷身边的人手不够，特意让奴婢送2个丫鬟过来伺候您和大少爷。沈氏这是想给赵文书纳妾，离间我们夫妻感情了。多谢母亲好意，只是我和夫君身边的人手已经够了，不需要再添人。王妈妈还是把他们带回去吧。大少奶奶，这可不行，这是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您若不收，夫人会不高兴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夫君，母亲说我们身边人手不够，特意送了2个丫鬟过来伺候。我们不需要，把他们带回去。好吧，既然母亲一片心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你们2个就留在我院子里吧。秀妍，为什么要收下他们？明知道他们是沈氏派来的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我们要是不收，岂不是辜负了母亲的一片心意？可是，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还要让沈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那你可要小心点。我把柳儿和月儿安排在了外院，让他们做一些粗活，根本不让他们靠近赵文书。大少爷，奴婢给您洗脸。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大少爷，奴婢只是想伺候您。滚出去！以后没我允许，不准进房。大少爷，这是奴婢特意给您炖的参汤，您补补身子。拿走，我不喝。大少爷，您就喝一口吧，奴婢炖了好几个时辰呢。我让你拿走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大少奶奶，夫人请您和大少爷今晚去正房赴宴。要不我们别去了。不行，不去便是不给面子。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招。文叔，今日高兴，多喝几杯。秀妍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回去吧。不好，中药了。大少爷，奴婢来伺候您，您喝多了，奴婢扶您去休息。文叔，你既然醉了，就让柳儿和月儿伺候吧，他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你们给我滚开！公子，你看我美吗？洛秀妍，你别不识好歹！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文叔是侯府的嫡长子，将来是要袭爵的，多纳几个妾怎么了？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的让开，不然我就去告诉老爷，说你擅妒，容不下小妾。你尽管去说，我和夫君夫妻情深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小妾。而且，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夫君纳妾，就不怕老爷和老太太知道了惩罚你吗？我怕什么？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就算知道了，也只能认了。到时候柳儿和月儿要是能给文叔生个一儿半女，看你还怎么在侯府待下去！你做梦！沈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老爷、母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看不到这么精彩的一出戏呢。沈氏，你竟然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文叔纳妾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家主母的样子？老爷、母亲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让文叔多纳几个妾，好为侯府开枝散叶。
没有别的意思。开枝散叶，开枝散叶需要用下药这种手段吗？你明明就是想离间文书和秀妍的感情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娶了你这么个恶毒的女人。这2个丫鬟心思不正，留着也是个祸害。来人啊，把他们拉下去，卖到最偏远的窑子里去。沈氏，你屡教不改，一再兴风作浪，这次我绝不会再饶你。从今日起，你禁足在自己的院子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院子1步。母亲，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晚了，来人啊，把夫人送回院子，严加看管。秀妍、文书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以后侯府的事就全交给你们了。沈氏被禁足后，侯府终于清静了不少。沈氏被禁足在院子里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就这么甘心认输。账本上记着有一对羊脂玉手镯，是当年先皇赏赐给老侯爷的，价值连城。还有一幅王羲之的书法真迹，也是侯府的传家宝，同样不见了踪影。清河，去把库房的管事叫来。王管事，账本上记着的那对羊脂玉手镯和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在哪里？大少奶奶，奴婢也不知道啊。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库房里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不知道，库房的钥匙一直都是你管着的，东西不见了，你竟然说不知道？大少奶奶，真的不是奴婢拿的，奴婢对天发誓，奴婢从来没有动过库房里的东西。不是你拿的，那是谁拿的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送到官府去，告你监守自盗。大少奶奶饶命！我说，快说！是夫人让奴婢拿的。半个月前，夫人把奴婢叫到她的院子里，让奴婢把库房里最贵重的东西都拿出来交给她。她说这些东西放在库房里不安全，她要亲自保管。奴婢不敢不听，就把那对羊脂玉手镯、王羲之的书法真迹，还有其他一些贵重的东西都交给了夫人。果然是沈氏干的，他竟然在被禁足之前偷偷转移了侯府的私产。他一共拿走了多少东西？一共拿走了20多件贵重物品，还有5万两银票。这些东西，夫人都让她的娘家哥哥派人来拿走了。沈氏真是太过分了，他竟然把侯府的传家宝都偷偷转移到了娘家。走，跟我去见老太太和老爷。劳烦通禀，骆秀妍有要事，求见祖母与父亲。祖母，您听听，这王管事一字一句招得清清楚楚。沈氏好大的大子，早在半个月前他就借口库房不安全，威逼王管事把咱家那对羊脂玉手镯、王羲之的书法真迹，连同20多件最值钱的家底全都搬空了。这个贱人竟然敢偷侯府的东西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初怎么会让他进侯府的门？我去找他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沈氏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库房里的东西都偷偷转移到你娘家去了？是又怎么样？那些都是侯府的传家宝，你怎么敢把他们拿走？侯府的传家宝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这些东西就算是我应得的补偿。
补偿？侯府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你竟然还不知足！我不知足？我在侯府这么多年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处处看我不顺眼，老爷心里也只有那个死了的女人。文书也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现在洛秀言又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所以你就偷侯府的东西？你以为你把东西转移到娘家就安全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都是侯府的财产，你必须全部还回来，不然我就去官府告你盗窃。你去告啊！东西已经被我哥哥卖掉了，钱也花光了，你就算告到官府也拿不回来了。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个外人打我！不是外人，你是内贼！真是后悔娶了你，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么个贪得无厌的女人！后悔也晚了。我告诉你，东西我是不会还回来的。你要是敢把我怎么样，我就把侯府的丑事都宣扬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镇北侯府是个什么德行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大少奶奶，不好了！我刚才查了这几年的账本，发现夫人这些年一共从侯府挪用了50多万两银子，这些银子全被她送到了娘家沈家。什么？50多万两？沈氏，你这个毒妇！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事到如今，生气也没用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银子和东西都追回来。好，我这就去沈家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。老爷，等等，您不能就这么去，沈家死无对证，定不会承认。你说该如何？刘先生，你把这些年挪用银子的账目全部整理成册。王管事，你立刻写下证词，画押证明是夫人指使你转移库房。是。父亲，请您亲笔修书一封，送往顺天府尹。等证据集齐，我们直接报案。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他以为念及夫妻情分能逃过一劫，可他偷了侯府根基，已触及公父底线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现在你只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小姐，都安排好了，城外别院那边也派了人盯着，沈万山跑不了。早在3天前，我就发现沈氏院子里那个负责采买的婆子鬼鬼祟祟，每晚都要偷偷溜出府去。我让人跟着她，果然查到她是沈氏派去给沈万山报信的眼线。走吧，该去沈家清算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不怕，该怕的是他们。不对劲，他们肯定提前得到了消息，说不定有埋伏。难不成他们要拒捕？拒捕？他们还没那个胆子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，转移赃物罢了。妹夫，府尹大人，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！少来这套！沈三山，你妹妹沈氏勾结你，偷盗侯府50多万两白银和10几件传家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速速把赃物交出来！妹夫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我妹妹嫁入侯府这么多年，吃穿用度都是侯府的，怎么会偷侯府的东西？一定是有人陷害她。陷害？这些年沈氏以各种名义从侯府挪用的银子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全都流入了你的口袋。还有库房的王管事已经亲口作证，是你派人从他手里拿走了那些古董字画，你还敢狡辩？就算我拿了又怎么样？我妹妹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拿你点银子怎么了？这些都是她应得的。应得的。先皇御赐的羊脂玉手镯和王羲之的真迹，也是他应得的。沈万山，我劝你乖乖把赃物交出来，否则本官只能按律治罪。我要是不交呢？
沈文山，你敢拒捕？拒捕又怎么样？今天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就别想活着走出沈府。就凭这些乌合之众，也想拦一家？都别动！谁敢动一下，我就杀了他！文斌，别胡闹，快放了他，不然我们都得死！我不放！爹，他们要抄我们的家，要杀我们，我不能就这么等死，让他们放我们走，不然我就杀了这个丫鬟。小姐，别管我，你们快抓他们！清河，别冲动，我来对付他。好，我们放你走，你放了他，我保证不追你。我不信，你们都推到门口去，把马给我准备好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啊！我的手！清河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沈文斌竟敢挟持人质，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他和沈万山一起押回去。等等，沈万山肯定已经把最贵重的一批赃物转移到了城外的别院。府尹大人，麻烦你派一队人跟我去城外别院，把剩下的赃物也追回来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统统拿下！人赃并获，无处可逃。怎么样，都追回来了吗？都追回来了，沈万山父子也被抓了，沈家所有参与此事的人一个都没跑掉。怎么样，都追回来了吗？都追回来了，沈万山父子也被抓了，沈家所有参与此事的人一个都没跑掉。好，好，这下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。不好啊！老夫人，大少奶奶，西跨院着火了！怎么会着火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烧起来了，而且二少爷不见了。赵成明，怎么回事？赵成明呢？大少爷，对不起，二少爷他打晕了，抢走了我的钥匙跑了。他跑的时候还放火烧了西跨院。还有呢？他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？好像他去了一趟老爷的书房，然后才跑的。兵符碎片不见了，那半块镇北侯的兵符碎片被他拿走了。什么？那半块兵符虽然不能调兵，但可以伪造军令。要是他拿着兵符碎片去边关作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逆子，真是瞎了眼！当初怎么会生下他？父亲，您别着急，赵成明胆小如鼠，肯定不敢去边关作乱。他拿走兵符碎片，不过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罢了。我立刻派人去各个城门把守，赵成明肯定跑不出京城。好，一切都交给你了，秀妍。洛秀妍和赵文书搜了整整一夜，也没有找到赵成明的踪影。赵成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第二天一早，顺天府传来消息，沈家因盗窃侯府财产，抗拒抓捕挟持人质，被判抄诺家产。沈万山和沈文斌被判不好了，老爷和少爷被斩首了，沈家被抄了，所有人都被抓了。夫人，洛
是骆秀颜那个贱人，是他害了我们沈家，我要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夫人，您不能出去，老夫人有令，您不准踏出院子一步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贪心，不该偷侯府的东西，不该和骆秀颜作对。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夫人，您别这样，二少爷不是跑了吗？他一定会回来救您的。只要二少爷回来了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对，程明跑了，他一定是去搬救兵了。王妈妈，快帮我写信，让程明赶紧来救我。一定要亲手交给他。把信给他送回去，告诉他，赵成明早就拿着他藏在床底的3000两银子跑出京城了，他根本就没想过救他。怎么样，信送出去了吗？夫人，二少爷他跑了，他拿走了您床底那3000两银子，昨天就出城往南方去了。大少奶奶的人亲眼瞧见的，他走的时候连一句关于您的话都没留啊！我真是个傻子，天大的傻子！我为了他害了那么多人，他却丢下我跑了，报应啊！那个曾经风光无限、机关算尽的侯夫人，最终以这样一种凄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赵成明再也没有回过侯府，有人说他去了外地，有人说他饿死在了街头。总之，这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中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东宫搜出了验硬布偶，太子因巫蛊之术被废了，老爷受牵连被革职，贬到扬州做通检，即刻启程。知道了。秀妍，你心里要是难受，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我不难受，他们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儿，我也没把他们当过亲人，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生养之恩，早在他们把我扔进乡下，利用我替妹妹挡婚，在我受委屈时袖手旁观的那一刻，便已断得干净。妍儿，我的好女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！你父亲被贬到扬州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京城了。可你妹妹还没成亲，太子就被废了，她现在身份尴尬。她自小娇生惯养，不能跟着我们去扬州受苦啊！你是她亲姐姐，你一定要帮帮她。你把她收留在侯府吧。等过几年风头过了，你再带她去宴会上走动，以她的相貌，定能再觅良婿。母亲，你起来吧，我不能收留她。为什么？
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狠心？当年洛家把我扔到乡下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心？妹妹抢我玉佩，骂我是乡下村妇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心？你们为了让她做太子妃，把我推给侯府当待嫁羔羊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心？现在落难了，想起我是你们的女儿了，晚了。我是堂叔堂婶养大的，我的亲人只有他们，还有文树和祖母。洛家的人与我无关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白生了你一场！你要是不肯收留你妹妹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亲家太太，你要死就死远点儿，别脏了我们侯府的地。老夫人，我是在教育我的女儿，与你无关。秀妍现在是我们赵家的人，她的事儿就是赵家的事儿。我们赵家不是慈幼院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收。你那个女儿心术不正，侯府容不下。你若敢送来，我就敢把她配到乡下庄子去喂猪。反正你们在扬州，谁也管不着。洛秀妍，你好狠的心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就当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好啊，正合我意。小翠，送客。白眼狼，孽障，你会下地狱的！这么多年的恩怨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了结了。从此，我和洛家再无瓜葛。这是大少奶奶的一点心意，路上多照顾照顾二小姐。洛家离开京城那天，我没有去送，我只是让清河准备了100两银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对洛家尽的心意。从此以后，山高水远，各自安好。3年里发生了很多事，堂弟洛子轩成了太医院最年轻的御医，我给他在京城买了小院立足。堂叔堂婶也被我接到京城，堂婶每天都会来侯府陪我说话，就像我小时候她照顾我一样。我和赵文书有了一双儿女，儿子像夫君，从小舞刀弄枪，女儿像我，喜欢读书写字。老太太把2个孩子宠上了天。唉，念安，今日功课可做了？老侯爷身体越来越差，不再过问事务。此仗封了河对无误，明日呈苗系。是夫人。夫君封了镇北将军，我成了名正言顺的侯夫人。特来侯夫人安。京城官眷们都很敬重我，再也没人提起当年的谣言。回夫人，扬州那边传回信儿，骆同判郁郁不得志，整日酗酒。骆夫人成日抱怨，二小姐嫁了商贾，常遭打骂，日子过得极不舒心。知道了。每次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心里都没有什么波澜。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，就是娶了秀妍这么个好孙媳妇儿。要不是她，我们侯府早就被那个毒妇败光了。侯夫人贤惠能干，名动京城，却是赵将军的贤内助。正是，大将军在外平定四方，夫人在内持家有道，侯府如今真是如日中天。正是。秀妍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幸福的家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该互相扶持，而且我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相信我，保护我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当年那个被人说八字请克父母，被扔到乡下的小姑娘，
如今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有人说我八字太硬，克父母，克公婆，可我知道，我不是克人，我只是克那些心术不正、想要害我的小人。而那些真心待我的人，都会被我忘得越来越好。唐叔一家因为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文叔因为我事业有成，侯府因为我越来越兴旺。原来最好的风水从来都不是八字，而是一颗善良、坚定、独立的心。只要你足够强大，足够清醒，不依附于任何人，不委屈自己，就一定能活成自己的太阳，照亮自己的人生，也温暖身边的人。